3200年前，在一片连活水都没有的荒原中央，有人盖起了一座52公尺高的人造圣山。然后就在他即将完工的前夕，所有的工匠同时放下手里的工具，离开了工地，从此一去不回。这座圣山叫杜尔温塔什，今天的伊朗人叫它恰高占比尔，意思是篮子形的土丘，它就站在西南部的胡奇斯坦平原上。盖它的人是埃兰王温塔什纳皮里沙。埃兰文明在两河流域东边整整站了2000年，历史课本却只给了他一句话：他的都城苏萨曾经和巴比伦平起平坐，他的军队曾经把美索不达米亚的战利品整车拖回家。这座神塔用吊上100万块泥砖，外层再包上一层窑烧的红砖，像替整座山穿上一件烧硬的盔甲。塔身一共5层，一层叠着一层向上收窄，顶端是只有祭司才能踏上的至圣所，离地52公尺。砖墙上同一句楔形文字的献词被重复刻了几千遍。这座神庙属于因舒希纳克。考古学家清点现场的时候，发现一件怪事：工地四周整整齐齐堆着成千上万块从来没用上的砖。这座城根本没有盖完，而且它几乎没有住过人。3道同心的城墙圈起100公顷的土地，墙内却空空荡荡，除了神庙和祭司的居所，找不到一片像样的住宅区。这里从头到尾就不是给人住的。温塔什要的是一座献给神的舞台，人类只负责上紧发条。问题是，这片荒原连能喝的水都没有，最近的大河卡尔赫河在50公里之外。于是他们动手挖出一条45公里长的水道，把河水从上游一路引到城墙边上。水道的尽头是一组串联的沉淀池，浊水从一头进来，泥沙慢慢沉底，干净的水再从高处的闸口流出去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座3200年前的自来水厂，而且到考古学家挖开它位置，结构还是完整的。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供养一座圣城，结果国王一死，继位的儿子就把整个工程按下了停止键。没有战争的灰烬，没有天灾的断层，工地就这样被静静封存，连工具都留在原地。那些没用完的砖在原地一躺就是3200年。一个国王倾尽国力盖一座没人住也没盖完的神之城，然后整个王朝对这件事再也不提。他到底想把什么献给那位叫因舒希纳克的神？要看懂温塔什的野心，得先把这座塔切开来看。它的盖法和当时全世界的神塔都不一样。在美索不达米亚，盖神塔有一套省力的标准做法，先夯出一座实心的土台，再一层层往上加，最后贴砖收面。恰高占比尔偏偏不这么盖，它的5层塔身每一层都是从地面各自盖起来的，一座塔包着一座塔，像一组越缩越小的方形套盒，5个一起从平的往上长。这代表最外圈的墙的从地面一路砌到顶，里面悬藏着4道各自完整的墙，工程量直接翻了好几倍。没有人规定他们的这么盖，埃兰有自己成熟的建筑传统，照抄邻居的做法，又快又省，还有现成的工匠。为石磨要挑一条最难走的路，线索藏在砖缝里。泥砖最怕的就是水，一旦吸饱湿气，它会膨胀酥裂，从内部把一整座建筑慢慢撑垮。温塔什的工匠在砖体里铺进一层又一层芦苇边的席子，再留出上百条穿墙的排水陶管，让湿气有路可逃。这套设计的目标只有一个，让这座人造的山站上1万年。塔的4面各开一道大阶梯，可是只有一道能通到顶端。祭司在塔身内部上行，像走进山的肚子里。接着在52公尺的高处，众人的头顶上重新出现。对山下的人来说，这就是一场设计好的神迹。大门口守着上釉的公牛和狮鹫，陶土烧出宝石一样的蓝绿釉色，在烈日底下像活物一样发亮。考古学家后来又发现一件更怪的事，这座塔是改设计改出来的。第一期的工程只是一圈环绕住中央大院的低矮建筑，盖到一半，有人下令填掉院子，原地起塔。是什么样的念头会让一个国王中途推翻自己已经动工的圣殿，把工程直接加码成10倍？答案可能藏在献词里。这座塔献给2位神，低地苏萨的守护神因舒希纳克和高地山民的大神纳皮里沙。一座塔，2位神，一半写给平原，一半写给群山。这不是建筑，这是一份用100万块砖写成的统一宣言。可是宣言需要有人听。一座盖给2个世界的塔，
最后却没有等到他的信徒。谜团还没有完，塔的东南方，王宫的地基底下，考古学家找到了5座砌工精致的地下墓室，砖砌的拱顶严丝合缝，规格是王家等级。可是走下阶梯，里面的景象让所有人愣在原地。5座王家墓室里安放的几乎全部都是火化过的遗骨，这在当时的埃兰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，因为埃兰人有一条铁一般的规矩，不火化死者。在他们的信仰里，死者要完整的睡进土里，带着餐具、油灯和珠宝，灵魂在来世才有形体可以使用。火是留给垃圾和敌人的，把一个人烧成灰，等于当住神的面，亲手抹掉他的来世。但这5座墓里只有1具遗体是完整下葬的，其他的全部过了火。能葬进王宫地底的不会是普通人，这些被烧掉来世的只可能是王室自己人。其中一个名字让整件事更加诡异，纳皮尔·阿苏温塔什的王后。她不是寻常的配角，她的名字被铸在青铜上，地位高到足以和国王并排站在神的面前。她留给世界一尊铜像，1750公斤的实心青铜，铸造精度连今天的工程师都觉得棘手。3000年后，这尊像在罗浮宫展出，他的头被人砍走了，左臂也不现了。砍像的人是谁？史料一个字都没留，偏偏他的裙裾上就刻着一句诅咒：毁我像者，愿神抹除他的名。诅咒莫能保住他的像，那么墓室里的那些火烧掉的又是谁的来世？有学者说，火化是北方西台人的习俗，王室联姻把异乡的葬礼一起取了进来。也有人说是瘟疫，尸体必须烧，连王族都不能例外。还有人说那是一种只对王室生效的秘密仪式。每一种解释都讲得通一半，另一半全卡在同一个地方，没有任何文献提过这件事，一个字都没有。一个帝国替神盖出最大的塔，却用自己最忌讳的方式送走了自己的王族。这座圣城守住的到底是一份信仰，还是一个不能写进泥板的秘密？答案没有等到，末日先来了。西元前646年，亚述王亚述巴尼拔的大军踏进了埃兰。他在泥板上自夸：我把苏萨夷为平地，把盐撒进他们的土地，让野驴在王宫的废墟里吃草。神像被拖走，亡灵被翻开，连历代埃兰王的骸骨都被装上车运回亚述，让死者永世不得安宁。对那个世界来说，这比屠城更狠，带走一座城的神，等于拔掉一个文明的根。奇怪的是，恰高占比尔撑过了这场末日。亚述人搬空了他的神庙，却没有拆掉塔身，可能是他太偏僻，更可能100万块砖根本没有人拆得动。之后的3000年，他站在原地，慢慢被风沙磨圆，圆到连轮廓都像一座天然的土丘，名字也被忘了。当地的牧人叫他恰高占比尔，篮子形的山丘，没有人记得那底下埋着什么。1935年，一架石油公司的勘探机飞过胡奇斯坦的荒原，飞行员往下看，沙丘之间浮出一圈又一圈完美的同心方形，自然界画不出这种形状。16年后，法国考古队进场，领队吉尔什曼在这片土丘上一挖，就是整整11个季度。风沙底下露出来的不是宫殿，也不是木山，而是那座被按下暂停键的未完成的圣城。沉淀池还在，排水道还在，制圣所的阶梯也还在，工匠收工那一刻的样子被沙原封不动地保存了3000年。考古队还挖出了上釉的公牛、镶着玻璃棒的大门和一座至今没有人说的清用途的圆形砖坛。1979年，它成为伊朗第一批世界遗产。那句刻了几千遍的献词，到今天都还读得出来。可是砖上没有写的是，还在等答案。前程盖不出52公尺，野心才会往天上长。温塔什的答案也许就埋在那一半没盖完的工程里，他没讲完的话，砖堆替他沉默了3000年。而荒原上像这样没讲完的故事还有很多。订阅暗室档案，下一个现场我们继续挖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让你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历史故事的深度解析。